美国五角大楼前官员克里斯·多尔蒂面对 BBC 等诸多海外媒体发表了一番针对印度与中国的评论。多尔蒂作为一个局外人，用一种颇具调侃意味的口吻说道：“很显然，如今印度军队的对华策略是落后且愚昧的，他们再如此行事下去，无异于是在自杀。”多尔蒂的这番话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印度斯坦时报随后在其网站的头版位置发文对多尔蒂的话做出了驳斥。可是现实真的如印度媒体人们所幻想的那么美好吗？克里斯多尔蒂的话又是否真的客观中肯呢？1961年12月，在印度开国领袖尼赫鲁的指挥下，一群印度士兵冲入了葡萄牙殖民者在印度境内设立的殖民据点果阿，用武力将这里强行收复。收复故地的消息传到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后，无数的印度民众走上街头，欢呼着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战果。此时的尼赫鲁沉浸在印度民众的欢呼当中，觉得自己仿佛充满了力量，于是他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位于印度东北部的中国。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期，英国人一直希望翻越喜马拉雅山占领青藏高原，从而对中国内地形成一种威慑的态势。但占领整个青藏高原的难度对于英国人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为了全面控制西藏，他们必须要在青藏高原上驻扎大量的部队，而这些部队的给养本身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于是英国人选择扶持傀儡来维护自己在本地区的利益。为了实现对西藏地区的武力威慑，英国殖民者还画出了一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条麦克马洪线是英国的殖民者通过精确计算所绘测出来的，它几乎将整个西藏南部地区划入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按道理来说，在英国旧时代的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之后，像麦克马洪线这样的殖民时代遗毒就不应该继续存续下去了。但印度人偏偏又盯上了我国的西藏地区。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经向我国的总理周恩来表达过要占领藏南地区的想法，但周总理果断地拒绝了尼赫鲁的非分之想。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中国和印度之间应该秉持着和平共处5项原则来处理问题，双方的合作应该建立在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上。可是印度人的脑回路似乎永远与别人不同，虽然中国和印度都希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印友好合作，但双方对这个词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中国人认为，当时我国的主要外部压力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我国和印度应该摒弃争端，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共同应对来自西方各国的挑战和风险。但印度人却认为，所谓的中印友好应该是中国方面对印度做出让步，既然中国将印度视为朋友，就应该在西藏让出几个山头，以帮助印度政府稳定国内的局势。所以双方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于中印友好有着理解上的偏差。在看到中国并不打算让出领土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居然不自量力的下令让印军对中国发起了进攻，于是一场对现代印度影响深远的边境战争就此爆发了。时至今日，发生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都是印度人和印度政府坚决不愿提起的一段往事。那么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到底对如今的印度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何这么多年以来，印度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国的边境挑衅呢？印度屡次对我国发起挑衅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阴谋呢？1962年9月，印度军队从麦克马洪线的东段越过了中印边境，开始对我国的领土进行蚕食式的侵略。起初，我国的边防部队保持了非常克制的态度，只是将印度军队挡在一片隔离区域中，尽可能的避免双方军队之间的冲突。在印军入侵之后，我国的领导人集体陷入了一种茫然的状态，大家实在是不明白印度人为什么要入侵我国的领土。不过事态紧急，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刻对此做出回应。4月17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全歼入侵印军的决定，中印边境战争正式打响。随后，我国驻新疆、西藏的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印军靠拢，对他们实施打击。中国军队正式开始对印军的反击之后，印度人明显招架不住。其实，印度的士兵大多是一些在殖民时代为英国人打工的伪军，其中大多数的人甚至都没有上过战场。而与他们对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大多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因此，从中印战争开始之后，世界各国的军事观察家就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这场战争必将以印度的惨败而告终。果然，在双方仅仅交战1个多月之后，印度军队就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在我军极度克制的追击之下，印度军队还是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溃不成军。一些印度士兵甚至误入了我方的阵地，立刻被我军的战士俘虏。这些俘虏在亲眼见到了解放军优待战俘的政策之后，纷纷要求留在中国。但我国不想引起进一步的外交争端和军事冲突，因此我们还是委婉地拒绝了这些人的请求。早在正式反击开始之前，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对这场边境战争做出过明确的指示。军委要求前线的各个部队尽量保持克制，不要扩大战争的范围，将印度军队赶出去即可。
在被解放军打败之后，一些印度兵撤回到国内，他们甚至传出了谣言，称中国军队不日即将抵达新德里城下。一些当地的富人和地主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带着家眷逃往了英国。但最后，他们所担心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打到新德里的外围，甚至在胜利之后还直接撤军了。我国这么做是为了在外交上争取更多的空间，同时也是为了向印度政府高层释放出友善的信号。我国的一些行为，在一些印度官员看来却是惧怕他们的表现，因此尼赫鲁和他的手下们在印度国内极力制造舆论，试图掩盖印度军队在前线惨败的事实。不过，像这样的掩耳盗铃的把戏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时至今日，我国依旧牢牢控制着阿克塞钦等中印边境上重要的地区。同时，我国对亚东线等一系列边境城市进行了重点建设，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印度人的眼皮子底下插上了一根钉子。即便是印度人嘴硬，拒不承认当年失败的事实，如今青藏高原沿线地区的格局是谁也无法否认的。2023年3月，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的美国五角大楼前官员克里斯·多尔蒂，在各大国际媒体前面说出了大家的真实想法。多尔蒂坦率地告诉各国记者，印度现有的军事实力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其在南亚的军事优势。如果他们贸然与中国军队爆发冲突，这样的结果无异于自杀。不过，多尔蒂在做出这个论断之后，并没有就这个观点继续增加解释，以至于一时之间，这个话题成为了各大印度媒体争相讨论的一个时事热点。那么，中国军队目前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训练与发展到底如何呢？多尔蒂在媒体面前这些话的根据又到底是什么呢？印度军队又是否真的有勇气再对新中国发动一次侵略战争呢？印度确实已经不是70年前的印度，但中国也已经不是70年前的中国了。70年来，我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说，印度的媒体人用所谓的补给问题来衡量中国与印度军队之间的实力，是典型的坐井观天。事实上，一直被后勤问题所困扰的不是中国解放军，而恰恰是印度人自己。早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时候，印度军队就在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的非战斗舰员。相比之下，我军的后勤补给一直都非常到位。为了避免补给线被拉得过长，我军一直有意的在控制攻击的速度。后来我军在取得胜利之后，迅速从边境地区撤退，也是考虑到补给线的问题。对于解放军的同志们来说，每一个战士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绝不能拿战士的性命去冒险。但在几次的边境冲突当中，印度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往往会不择手段。根据一名退役的印度军官回忆，他在中印边境驻扎期间就经常接受一些非常极端的训练。印度军队的长官告诉士兵们，一旦印度政府下达了占领青藏高原的命令，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目标区域，而印度军队的补给根本无法维持如此高难度、大规模的战斗。仅仅是在2015年的93大阅兵当中，人们就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多种后勤补给装备。这些后勤补给装备不仅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地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让我们的战士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还能为战士们提供洗衣服务。另外，从武器装备和军队的作战能力上来看，印度军队与中国军队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我国的阅兵仪式上屡次展示的东风 21D 导弹，因为其超高的曝光度，早就引来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关注。这款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惊人的3000公里，在中国的军迷们戏称为航母杀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大杀器，近些年来美军的挑衅行为才逐渐减少了。而从我国的亚东线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也不过只有300公里的距离。要知道，印度整个国家的南北跨度也不过才3100多公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只需要在我国境内部署一些导弹，就可以打击到绝大多数的印度军事目标。现代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科技实力的较量，像过去那样拿着冲锋枪攻占阵地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印度胆敢对中国发动侵略，我军的武器便可以在瞬间让印度军队陷入整体的瘫痪状态之中。其实，对于中国军队的硬实力，印度高层的精英们一直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但他们依旧要煽动印度国民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来获取选票，因为这一招对于印度的政客们而言简直是百试百灵的。为了继续迎合印度政坛上这种奇葩的风气，印度人不惜花费重金从越南请了一些身宽体盘、长相猥琐的演员去协助他们拍摄所谓的抗中电影。在这些电影当中，印度军队的战士们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汉，而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在他们的面前瞬间就变得不堪一击。时至今日，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印度的民间也多了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不再迷信印度精英阶层的那套荒谬的理论，而选择了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战争从来就不是一场儿戏，
一旦开战，无数的普通人都将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以一当十的桥段，绝大多数时候也只存在于战争电影当中。而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边防战士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保护着祖国和人民，而他们所创造的和平环境，正是我国繁荣强大的根本保证。身为世界最穷国之一，为什么说中国与孟加拉的合作是最顶级的地缘战略之一呢？作为得到联合国认证的穷国，被基辛格毫不留情地称为废物的孟加拉，相信有不少朋友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其与印度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之上。而鲜有人知道的是，今天的孟加拉早就悄悄地走向中国化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中国呢？双方的关系又到了什么地步呢？想要弄清楚这些，我们还要从孟加拉的国运开始讲起。前段时间，在一位中国博主的视频当中，孟加拉一哥意外走红，这也使得不少人借此首次了解到了孟加拉这个国家。在镜头之下，孟加拉可以说和印度相差无几，苛刻的种姓制度、悬殊的贫富差距、严重的性别歧视，这些种种都在诉说着孟加拉的落后。不过有一点，孟加拉确实和印度并不一样，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孟加拉人都对未来怀揣着希望，对于富强自己的国家抱有强烈的愿望。而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是一个国家性格最真实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向中国靠拢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孟加拉国，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由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上的国家，总面积约1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2亿。孟加拉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国家分为8大区、3大干流，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是被联合国认证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显然，对孟加拉国来说，原有的社会模式是很难让其翻身的，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孟加拉的未来在于中国。为什么会是中国呢？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样，曾经也是从穷国演变过来的。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积累的丰富发展经验，正是今天渴望摆脱贫困的孟加拉最迫切需求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之间的合作还存在着很多隐性的互补点，例如孟加拉的矿业、农业就能够为中国提供原料，而中国先进的科技又可以反过来帮助孟加拉快速地完成现代化。因此，基于以上这2点因素，中国这位老师便成为了孟加拉脱贫致富的不二之选。事实证明，孟加拉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孟加拉拥抱中国已显成效，中国已经成为了孟加拉的最大海外投资国，有超过670家中国企业在孟加拉承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不仅为孟加拉创造了许多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而且还深深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由中国在2022年修建完成的帕德玛大桥。在这座大桥落成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孟加拉人需要通过摆渡的方式来渡河，期间行程最短需要2小时，遇到汛期8小时的长途都是常态。而在大桥落成之后，这个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几分钟，并且还不受自然约束。除此之外，像2006年中孟2国达成建设的铁路，后来更是被孟加拉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梦想之路。同年建设的帕亚拉发电站被称为孟加拉国家电力供应的压舱石，现如今每年能够稳定满足孟加拉全国用电的10%的需求。如此种种案例都在证明着孟加拉与中国合作的成功，正在让孟加拉走向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2023年3月20号，与孟加拉国前总理同名的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正式建成。在当天的入列仪式上，除了兴高采烈的孟加拉官员以外，许多一闪而过的中国身影格外引人注意。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还要从头说起。1971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之下，孟加拉成功打赢了独立战争，这也使得2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亲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印度对孟加拉国实现了3面包围，这使得后者在贸易、水资源分配等领域一直高度依赖于前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印度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地看待自己与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曾经就有孟加拉国外交官在谈论孟印关系时十分不满地指出，自己在与印度政府高官打交道时，经常会因维护本国利益而被对方指责为反印。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怀揣着大国梦的国家，印度还十分爱参与他国政治。
即长期对孟加拉国内的亲印派势力进行扶持，对孟加拉国内政治进行隐性干预。这使得孟加拉国政坛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印度就像是一个孟加拉政党，一举一动都会招致政坛巨动。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孟加拉在印度手上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内的反印情绪不断高涨，其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出现了摆脱印度控制的需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孟加拉国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这一切并不现实。因此，孟加拉想要以小博大，势必需要别人的支持。那么，谁能成为孟加拉的助力呢？放眼全世界，孟加拉关注到了中美俄3个国家。俄罗斯这边受限于俄欧冲突，自顾不暇，暂且不谈。美国的支持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虽然美国对孟加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其同时也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屡屡对孟加拉国进行施压。显然，如果孟加拉国做出了这一选择，那么就算摆脱了印度，最终的结果也还是会受限于美国，无非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坑中，依然无法实现独立外交的目标。那么，既然美俄都因各种原因无法选择，留给孟加拉的答案便只剩最后一个，即中国。对于孟加拉国来说，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的建成意义十分非凡，因为